全国的年轻爸妈们，今年你们的购车新选择来了，而且来得很猛。深蓝 S09。这车啊，我关注很久了。虽然我并无子嗣，但是呢，相信您看完这个视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么关注这台车。厂家给这台车的定位是很精准的，就是一个3代同堂的家庭的改善型用车。这一辆车要满足全家人的出行需求，它到底能不能胜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这辆车尺寸长5.2米，宽2米，高1.8米，几乎是跟问界 M9 和理想 L9 一样的。深蓝官方也高度概括了这辆车的3间房、5张床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也同时一直在强调，他们车内的套内面积是遥遥领先的。至于这个，我们待会儿上车之后会详聊。就这个外观来讲啊，我一直提倡的都是不要教大家做事，我们把最好的素材奉献给大家，大家自行去评判。但就个人而言啊，我一直认为深蓝在造型设计这方面，国内第一梯队，没有任何的疑问。那这辆深蓝 S09一如既往。那我觉得这辆车，我用协调2个字来概括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大的轮胎配上一个合适的车高所带来的那种4平8稳的感觉，我特别喜欢。那这辆车呢，现在用的是一个21寸的轮圈，然后轮胎使用的是265/45的尺寸。那这个45的扁平比啊，太好看了，放在这个车上就给我一种奔驰 GLS 的感觉，能理解吗？在设计上专门有一个词叫轮高比，就是专门用来衡量这方面的一个美学指标，包括这种比较短的前嘴，包括车身上上中下这个平行的线条，那它们凑一块儿才能够形成这台车整个给人的观感。不管怎么样，好看就是你觉得这个钱花得值的最大的仪器之一。但是呢，作为一台6座车啊，它最核心的还是在车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车内去一探究竟。坐进这辆车的后排确实很宽敞，绝对是符合这个级别的乘坐体验。可能这就是大型车的优雅跟从容吧。这后排2个座位都是支持加热、通风、按摩的3件套，并且你在这个扶手上可以全部完成它们的操作。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甚至可以盲操作。那这个对于我这种极致慵懒的性格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你还想升级成更从容、更优雅的感觉，那这台座椅还提供了一键零重力，座椅即将调整，前排座椅往前倒，腿托起来，同时啊，我在往后挪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往横移的感觉。这一点深蓝官方是把称作亲密位，因为到时候这张座椅也会往中间挪。好安逸哦！你好，深蓝。打开后排屏幕。好的。好了，现在我已经躺在这个位置，舒舒服服地看着这个后排的大屏幕。这个屏幕有21.4英寸，好安逸哦。那除了这个座椅本身的功能以外，这辆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啊！看这儿，天哪，这个滑动的中岛，它的最大滑动距离达到了70厘米。它挪到后面来可以干嘛呢？这儿既可以储物，它里面还是一个冰箱。水已经冻上了。它为什么会冻上呢？因为这个冰箱它的最大工作区间在0下6度到0上50度之间，它用的是一个压缩机来完成，所以呢，它的性能会比理想和问界这2位大哥的表现都要强，并且这个冰箱的容积达到了10升，像这样一瓶矿泉水可以毫无压力的放到底。哦，对了，这儿还有一个小车板啊！深蓝 S09这个后排的空间可玩性太强了。我们到后排看看吧。这个第3排坐进来，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宽敞的，腿部空间是有的 ，OK。头部空间也还 OK， 我身高1.8米啊，刚刚1.8米。然后这个靠背角度呢，也是可调的。厂家特别跟我强调了，他们真的在车内空间这方面，尤其是第3排，呕心沥血。包括这个36厘米的这个坐高，1.3米的这样一个垂直的空间高度，其实像我这样的一个成人，也可以在这里很轻松的做一些。不可！说到这儿呢，我也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加喜欢平顶的4门车，而不是溜背的4门车的原因。都已经做了4门车了，对吧？那你必须去考虑后排乘客的乘坐感受。在这方面，我觉得平顶车真的是有着天然的无可比拟的优势。那深蓝 S09还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这里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凸起啊，前后人的移动是非常自然并且没有阻碍的。那这一点给个好评。咱们看看储物空间吧。那作为一辆6座车，这个后排后备箱的空间能力绝对是一个亮点。它的后备箱有300多升，但是如果你把第3排放倒，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将近900升的后备箱容积，这个数据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非常领先了啊！如果你还觉得这个空间不够，第2排依然可以支持纯平放倒，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将近3米的纵深空间。如果我们把这个提手拉开，下面还有一个副的后备箱，在这里还可以轻松放下一个这样的旅行箱。这辆车在空间上的玩法确实太丰富了。最后再说说这个1排吧。这次深蓝是深度的拥抱了华为啊，车机是直接使用了鸿蒙的车机系统，要不说还是做手机的，这些东西确实非常流畅啊，不管是清晰度还是动作指令的完成度都非常高，并且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是一个双联屏，非常的吸睛。那我在开上这样的车之前，我也没有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副屏，但是当我真的带人坐了一次，开了一次这辆车之后，我看到我副驾的全程的动作、表情，还有他干的事儿之后，哇，这个副屏确实能提升车内乘客的幸福感和驾驶员的安全感。除此之外呢，就是配合这个车机的其他周边设备，包括全车的6英区的收音话筒、20喇叭的2200多瓦的音响系统，以及4个门都有的双层夹胶玻璃，这些东西都大大的提升了这辆车的一个整体的驾乘体验。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这个中岛是可以前后滑动70厘米嘛？它不仅对后排有用，它对前排也非常有用。举个例子，我这边下不去了，我可以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我只需要把这个中岛往后一滑，在中间前排的这个区域，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宽阔的走廊。我不用从这边下车了，直接走这儿，就可以非常优雅从容的下来了。好了，这辆车的空间魔法还有它的配置特征，我们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说实话，有很多东西我真的很喜欢，哪怕我没有孩子要带，我也非常期待能够把这辆车开上路，去感受一下它的动态驾驶。那么咱们就静候佳音，下次再见吧。